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都是谁。大家好，我是于波红。从爱情走进婚姻，爱情依然是婚姻的润滑剂。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有情人相爱容易，相处不难。认真倾听，真诚服务。大家好，我是赵川。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哎呦，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想要被爱，放低姿态。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朋友，有请。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刘先生，25岁，来自四川，销售；王女士，23岁，来自四川，销售。他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一起挺多年了，现在也快面临着结婚，但是他们家就不想给彩礼。也不是不想给，主要是现在的家庭条件那个情况比较复杂，现在目前的条件不允许。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呢以及我们家里面是一定会尽力而为的，一定。就由于他们家情况呢比较复杂，所以说给了嘛，我就比较有安全感一点。主要我现在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也确实担心他会离开我，我也希望能在他们那儿多争取一下，就是努力去把这份感情给一直坚持走下去。今天为什么来？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也挺长时间了，多长？4、5年了。然后就是最近也想着说快结婚了嘛，但是由于彩礼这个问题，他们家就不太想给。怎么认识的？大学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后面了解了他们家的一些情况，然后就他们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嘛。之前他妈妈说我和他2个人是真心相爱的话，就是彩礼这个问题可有可无。男生家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家呢以前其实是那种经历过经济的断崖式下跌的这个情况。02年到10年那会儿，其实我们是在上海的。那会儿其实经济条件算是算是小康家庭的情况了吧。10年那会儿，我父亲的事业可能遇到了一些阻塞吧，遇到一些问题。你父亲做什么的？方便说吗？我父亲其实是做那种餐饮的后厨承包那种。哇，这厉害了！就10年，你父亲的这个工作不行了。对，就不行了，所以后面导致回到了成都。后面呢，就是我父母其实就一直都没有上班，再加上呢，其实我母亲有一个爱好，就是爱打麻将。四川人都爱打麻将。四川成都这个地方，他们除了打麻将就是喝茶，这个2个是特别的一个爱好。然后的话，10年到14年那会儿都没有就是任何的收入来源啊，一直都在吃老本。14年那会儿，本来我还在读书，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我母亲对我讲：“你今天不用去学校了，就跟我们一起走。”那会儿就其实先去了重庆，然后接着又去了北京，然后最后落座了南京这个地方，租了一个大概10平米左右的房子吧，一家4口待在那个小出租屋里面。从15年，因为我母亲觉得我还是应该继续完成学业啊，因为那会儿还在读初中，就让我跟随我妹妹还有我母亲，我们3个就回到了老家，然后我父亲就还是继续留在南京工作。然后15年到20年，在认识他之前这个阶段，其实家里面的经济来源就靠我父亲一个人在支撑。我跟他20年认识了以后，其实家里条件真的可以说是身无分文吧，可能家里面存款就寥寥无几。我们从去年其实就在考虑那个谈婚论嫁的事儿了。这个谈婚论嫁的事儿就卡在了一个问题上，彩礼方面。其实我今天来也就是想要一个答案，彩礼对于结婚这件事儿到底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性的作用，还是说只是一个附加的一个条件？我就想知道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家经历了这么多变故，家里面的经济条件也确实没有以前能行，对于我们现在而言可以说是有压力。我父母可能就觉得彩礼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仪式感，所谓的走个过场。一个女生她真心想和你在一起，真心愿意和你在一起，
他是可以不要这个彩礼这个东西的啊。我今天就想要一个答案。好，女生要多少彩礼啊？就我们那边差不多不高也不低的话是88000。男生的这个情况，谈恋爱期间了解吗？了解，就是他家里面有一个妹妹，那会儿他妹妹也过过比较优越的生活，然后现在依然还是这样。然后彩礼这个东西不是说就是给我一个人的，因为以后我跟他结婚了，然后就是我们2个人相当是一个小家庭，彩礼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小家庭的一个启动资金。你的意思是，他们家是有能力给你彩礼8万的，是吗？因为你说他妹妹过着优渥的生活，这个过去不是过去，现在吧？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他妹妹过的生活都相对而言较好，就是比他要好一些。可能我妹妹她读书就是成绩比较好，所以说我妈妈在我们的眼里的话，就感觉像是比较偏向于我妹妹一样，比较偏爱她、宠溺她。所以对于我妹妹的要求，她是可能算是那种有求必应的，就可能对于我的事情就不那么上心。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单纯的问啊，没有挑事儿的意思啊，就是你有了解过你父母的意向吗？就是如果你妹妹结婚的时候，你妹妹要不要彩礼？我亲自问过我母亲，我问她，如果我以后我妹妹谈了个对象啊，谈到要结婚的这样的那个地步的时候，你们是希望男方就是有房有车，然后还要给多少彩礼，还是希望就是哪怕他一穷二白都可以跟他在一起？他们其实给我的一个态度就是，只要他们2个幸福就可以了，说的很笼统。好，就这样。我们再细节一些，就是为了娶这个姑娘，你大概或者说你和你的家庭大概做了哪些筹划和准备？21年以前嘛，就是我母亲啊，她还是我行我素的那种状态，觉得我还小，可能结婚论嫁还太早了，所以说她可能以前没做过什么打算。然后21年以后，知道我跟她谈了一段时间过后，可能觉得啊这个女孩子还不错，然后呢，我母亲就也出去工作去了。我母亲现在在广西嘛，也跑去外地了。然后我父亲呢，也在山东，也在外地。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属于那种分居的状态。但是3个人都在努力的挣钱上班。哪3个人？我和我母亲和我父亲，我们3个，他们其实也为了我的就是以后结婚而努力。但是呢，现在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年底的时候，我和我父亲才帮我们办了一套婚房，交了首付。如果以后要结婚，可能拿不出太多的钱，除开彩礼，还有那个婚宴酒席的钱，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费用。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而言的话，可能就是一家3口倾尽全力，已经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了。对，是这意思吧？对，女生听明白了吗？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家庭是没有能力支付你8万多的彩礼的。但是他又不是裸婚，人家有一套那个婚房，交了首付的，只不过以后你们要面临慢慢还贷也好，就是现在他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你是怎么想的？当时就是买房子之前，他母亲答应他就是给他出一点钱，然后到就是买房子的那天，付钱的那天，然后他母亲并没有出1分钱，那个钱都是他和他父亲出的，然后后面还差几千块钱，都是问我这里借的。你挺有意思啊，你把他父亲和母亲给分开来去做一个衡量，是心里有芥蒂吗？对于他母亲啊，这很简单，你的父母现在离婚了吗？没有。那就是嘛，不是他父亲就代表着他母亲，他母亲也代表着他父亲，他们是一家人啊。他母亲原本就是答应他父亲多多少少出一点嘛，然后后面就是到真正就是付钱的那会儿，就是没出。我来问你个问题吧，你是打算嫁给这个男人，还是嫁给这个男人的家族？嫁给他。确定吗？你在说谎。真的。你是要嫁给他吗？对。那你跟他妈较什么劲呢？因为他妈如果……所以我告诉你，标准答案是一定是嫁的一个家庭。对呀。就从我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你更应该介意的是什么？你是介意他们拿不出彩礼吗？还是介意他们拿不出彩礼的原因？你告诉我。老师，你先听我说，就是他妈妈就有点偏向于他妹妹。你是要跟他妹妹结婚，还是要跟他结婚？偏向他们家的，就是大部分。他们家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妹妹也没有问题 ，OK？ 那样以后我和他的生活。所以你是嫁的他，还是嫁给他们家？对了，这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所以我为什么说你说谎？
我们在选择婚姻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在选择一个家庭。对，父母也是参考。我一直认为你现在的阻碍和障碍是他妈妈的那个习惯，就是这个家为什么从一个所谓的财富的家庭的巅峰，到这个叫什么断崖式的这种衰落，你没有考虑这个才是致命的。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点。好，那你就考虑这一点就 OK 了，其他问题不要去做考虑，因为那些问题是你力所不能及的。我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了。其实我跟你说，刚才你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想说了，其实这个问题真不赖你，因为你是个外人，你能表达出他妈向着他妹妹，或者他的家庭条件不好怎么着，其实男方是你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他为什么能知道这么多呀？你的意思应该不告诉他是吧？不是，告诉也分怎么着。那你说你应该表达出我们家已经倾尽全力了去买房，支持咱们俩婚姻，咱们俩以后这为了好的方向努力，这是正确的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然后这会儿女方一直在强调他妈到付钱的时候就差几千块钱，还是跟我借的，那这个事儿不是当儿子的有问题吗？但是没有一对父母可以一碗水端平给多子女。这是2个孩子的妈妈。对，你对谁好？我对老大更器重，对老二更宠溺。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培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对，给予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问彩礼的事情。男孩现在已经一句话告诉你了：我想娶你，我出不了彩礼，你嫁不嫁？我翻译男孩的话不就这个东西吗？女孩，我把你的话给你翻译了，我跟你妹谁重要？我不是我跟他妹妹谁重要，是他的。他和他妹妹，他的父母给他的妹妹买房了吗？首付房了吗？没有。哦，天啊，不公平啊！那他妹妹会说：“哥哥，不行，那个你太偏着未来的嫂子了，我也要。”他的父母拿不出钱来，如果拿，就从你们那首付里拿一半给他，不是那几千块钱的事儿哦，是几万块钱的事儿，你想了吗？没有。哦，那这件事情偏谁？这个不能这么说吧？哎，你矫情的不就这件事儿吗？他的母亲答应就是多付几千块钱，但没有，因为他要留给他的妹妹，所以你不干了。拜托，你们都拿到一个房子首付了，有10万吗？你怎么不找出？哎，妹妹给你5万，端平啊！老师，你应该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他们家以前过的是优越的生活，然后现在他妹妹就还是跟以前差不多，没有就是知道家里面到底的真实情况。有一次我告诉他，就是你不要这么浪费，你父母挣钱也很不容易。然后他好像也生我气了。你是不是担心将来有一天这个妹妹可能挥霍无度，会成为你和你的未来的老公的经济包袱？就担心过，因为他妹妹就只是成绩好，其他方面都不行。不是你担心还是不担心？担心。你未来的老公，也就是男朋友，有对妹妹做过什么让你不能接受的，要照顾她的事情吗？他是一个扶妹魔吗？你的担心从何而来？就是他现在父亲已经就是50多岁了，母亲他们现在也工作不了多少年了，妹妹就还是活在以前的那种生活里，然后就给他们家庭也造成了算是一种压力，就是不想嫁嘛。对呀，彩礼只是一个说事的方面嘛。是啊，你怕妹妹未来成为你的负担。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你没看上他们家庭。咋看这个？他俩该结婚吗？我可能站在这个男方角度啊，如果你想嫁，这8万8他拿不出来，但是你能不能等？这个我可以等啊。那不就得了？我1年我凑出来，我2年、3年，你可不可以等？但是时间肯定不能太长，不能就是一直拖着，因为人也会一天天的变老。如果说时间长了，到时候你反悔了怎么办？那你这8万8，你问问你对象，大约多长时间能？其实8万8这个数，我觉得以现在这个
这个市场经济来看，其实8万8不算特别多，只是说把所有的杂七杂八的事堆到一起了。因为说以后婚房还要装修，其实我有想过可不可以先把婚结了再来装修婚房，但是我对象想法就是必须要等婚房装修好了再来结婚。我之前说的是，就是房子现在不是还在修吗？你现在住的那个家里面也比较就是小，如果说生孩子的时候就是不是一上来房子小，咱生孩子租房子不行吗？租房子的话，那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啊。事情只要梳理清楚，其实特别简单啊，只是说身在其中的人不愿意去面对一些问题。对，你真的去直面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包括兄，女生说钱不到位，我可以等。他不能等。他刚才说了，我不能等那么长时间。老师，你听我说，就是他家里面现在他和他爸爸都在很努力的挣钱，然后就是妈妈没有努力他爸爸和他都非常的节约，但是他妹妹就是不是对啊，我没说错呀，浪费钱。我觉得跟你有对他啥关系啊？他觉得阻碍了他认为他们妹妹现在花的是他们的钱。你或许认为我要的彩礼8万8并不高，我要看到你对我的诚意。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家为了你们能够走进婚姻所做出的努力吗？这是一个经济层面败落的家庭，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父亲包括这个男人，他们努力的靠自己的双手在赚钱，想努力的把你娶进门，你是看得很清楚的。我刚才是忍无可忍，把一个还在读高中的孩子，他如果说有些问题是他父母管的问题，你轮不到管，你就是拿他来垫背，以他来做比较，你们家是拿得出钱的。如果说这个家真心想把你娶进门，真的拿得出钱，会为了8万8还在那里纠结，还让你这么瞧不起吗？在这一段婚姻当中，作为男性，我真的劝你，他对你们家不但不信任，不但看不起，他看不到未来。你有没有思考过，男人是需要有志气的呀？如果为了这个8万8还把你拖到爱情保卫战，换了我扭头就走。我不是非得要那么多，我只是说就是我们差不多。其实你想要的是一个态度。对，态度给了呀，就我现在给不起，欠吗？那为什么他妹妹要过那么好的生活？他妹妹好到什么个程度？你告诉我。对，他妹妹到底一个高中生怎么个挥霍法了？您描述一下。挥霍到怎么个程度？你告诉我们。就比如说吃一顿饭，你给他点的外卖都是他吃的，平常都是那种比较好的，都是几十将近100块钱的东西，吃了一顿就不会再吃第二顿。穿的那些就是袜子什么的，就穿了就直接扔了，自己也不去洗。他过的生活比他妹妹可他愿意呀。他认为不公平是他的事情，让你急什么？我只是觉得他们家庭情况一般，就不应该都。所以你看不上他们家，你就别进这家门了，姑娘。你进这家门是非很多。刚刚你的男朋友一直在问，说老师这个彩礼到底重不重要？你要是世界首富的儿子，彩礼不重要，1分钱都不用花，姑娘们直接追你。老师，你告诉我，为什么同样是一个母亲的孩子，为什么就要对待不同？那就是对待不同啊。就像男孩和女孩的对待方法不同一样，我的老大和老二对待也不一样啊。怎么了？就是不公平。谁说要公平了？只有小孩子才嘤的要公平。你明明享受着这个不公平，你偏偏还在说这种不公平，不公平，你太让人气人了。他都没有感觉到不公平，结果另外一个外人说，所以对你不公平，所以他会挑得他们家鸡犬不宁啊。还有你跟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比公不公平，荒唐。你跟一个未满18岁的还需要他的父母承担这一个抚养责任和义务的孩子说，你看你配吗？他配。他现在长身体，他现在马上就要高考，就像你说的，这姑娘啥都不行就学习行。目前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讲，学习行就是最行。
他有啥不行啊？他是好吃懒做，在家里头不好好读书吗？他是偷你的金项链了吗？他是穿你的裙子了吗？他一切都没有逾越，是你逾越了。你管人家一日三餐吃什么？你管人家袜子穿的是新的还是旧的？你这样的嫂子进了门了以后，比后妈还可怕。所以不要去。男生啊，你的女朋友现在这个态度，你是什么反应啊？其实自从和她在一起之后，我就很少跟我妹妹有任何的一些联系。以前会经常跟我妹妹一起，就是和她一起玩，陪她玩。然后就是现在和她在一起之后的话，就是把基本上全部的心思都花在她身上。那她现在在你面前，甚至在我们所有外人面前来说妹妹这件事儿，你对于她说的这些观点，你认同不认同？她说的话倒是事实，但是毕竟她现在正值长身体、青春期，在好好读书，她该花的钱，她应该可以去花，我能接受这个。行，那我说两句我的观点啊。首先来先说女方，你要明白一个道理，走到天底下哪儿都是人家是一家子为一个单位来供你们俩人这段婚姻。反之，你的父母接受他们家从有到无的落魄吗？你父母接受吗？接受，我给他说过。哎，对，好，接受就可以了，证明两个家庭在你们俩结婚的这件事上是非常开明的，尊重两个孩子的选择。然后这边男方家也明白，我们家从有到无，现在家里这么难，我们打工也好，怎么样也好，我们起码最次把孩子结婚的房准备出来。我说的没有错吧？但现在的事实问题是，你开始觉得妹妹占用的资源太多了，对不对？她有些不该花的也有这样。哎，对，可以，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很对，你作为旁观者很对。还有一个就是男方家为这段婚姻付出了什么？好，付出了一个房子的首付。那因为最后母亲应说我要掏几千块钱，最后我没掏上，然后你再联想到妹妹现在这种所谓的富足的生活，你产生了一些矛盾心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还有以前我陪她一起过了挺多生活的，就觉得就挺心疼她的。我明白，那好，心疼男朋友没有错。那么现在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做？是妹妹站到你的面前告诉我，未来嫂子，我以后再也不吃这么好的东西了，我也不要这么好的条件了，我以后听您的艰苦朴素，你满意吗？这不仅也是向我保证呀，这就是也是他对他爸妈的。这不是扯大旗吗？人家爸妈没说话，人父母宠爱自己的女儿是没有毛病的。这会儿不想说老话，但老话有，就是穷养儿富养女没毛病。女孩见识多了以后被骗少，男孩吃点苦不见得是坏事儿，这是最肤浅的解释。我相信你的父母对你也很好，就像你刚才说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什么叫一碗水端平？我的儿子就是数学好，我给他报一数学班，一个月2000块钱。我的女儿就是跳舞好，一个月5000块钱。但是在你们孩子的事业当中，你们俩人都享受了自己在领域上合适的东西，但是你们不知道，一个才2000，一个5000。当你长大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父母没有一碗水端平吗？是不是在你们俩应有的环境下都给你们俩满足了呢？我觉得父母做的没有错，但是我真的奉劝男孩几句，我真的个人观点，你在这件事上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对，你要不念叨，不发牢骚，没有那些负面情绪传递给他，再加上他的性格跟他的极端思维，不会走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完了。我们识人不能看外表，要看他内在。这个人是否善良，才是我们决定能否和他走完余生的基础条件之一。第二，要明事理，懂分寸。你现在什么角色？你是要过来夺权的吗？你是要把人家父母，包括妹妹今后所有的幸福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才开心吗？你为什么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为什么？因为爱他。爱他，爱他，是吗？对。你这种爱，不好意思，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妹妹招你惹你了，他的妹妹幸福你就看不下去了，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你带着敌意来的？你对这个家庭贡献是什么？为什么要娶你？所以，小伙子，你不孝。这个是是的，对你真是那句话，
找了媳妇儿，忘了娘。对，对的，你不配。对，让你的父母倾其所有，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还要为你付那婚房钱，你不配。就这样，我们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梳理一遍，好不好？男生所谓家庭背景这一段，他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儿：为什么我妹妹可能袜子穿一双就扔了？对，条件相对好。条件是因为我们家曾经条件好过。对。妹妹习惯了，家里面人不愿意或者害怕这个妹妹有太大的反差，所以这样了。这个你能理解吗？可以理解。这个 OK， 你可以理解。所以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嫁人到底是嫁给这个人的家庭，还是嫁给了这个人？对，其实是既嫁给了他的家庭，又嫁给了这个人。同样，你既娶了他，也娶了他的家庭，这个我相信没有疑义吧？没有。那么我们在考核这个家庭的时候，聪明的人考核的是什么？考核的是他这个人，是考核的人，对吗？那你觉得这人怎么样？你一直说我很爱他，一个爱男人的女人怎么会把他逼到了一个墙角？我把这话直接翻译一下，哥们儿现在就是没钱娶你，因为我要娶你，我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对，下面除了你认为的8万8的彩礼之外，我还要装修房子，除了装修房子之外，我还要给你办婚礼，对，还有酒席，还有各种钱。这个钱可能我心里暗自算了一下，你算是多少钱？你算过这账？30、40万肯定要有的。你看，他是算过这个账的。这就是你说的，你爱的男人家里面付一套婚房的首付都已经拿不出来了，你现在非要说30、40万，我们把这事儿办了。他到哪儿给你抢这30、40万？你告诉我。他今天就是把他妹妹所有的外卖给断了，从吃100块钱一份的外卖吃到了5块钱一份的外卖，你这30万得攒多少年？听懂了吗？这个家庭的这段经历，恰恰造就了这样一个能吃苦的、比较务实的你的男朋友。对，你应该感谢他的家庭的这段经历。你是没有眼光的一个人，或者你目光不够长远，你并不知道你未来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对，小姑子。对，你不知道你未来的小姑子到底是能走到哪一步？走到哪一步？对，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只看到了眼前这点事儿，你在讨论所谓的公平。这个世界首先没有公平，其次又回到了婚姻的本质。婚姻的本质是过好你们俩的日子，把门关起来。不要四处去探，探什么探啊？有啥好探的？既是嫁给了他，也是嫁给了他的家。嫁给了他的家，你就得接受他的家。他的家庭就是这么一个家庭，不接受你走。你要是我闺女儿跟我探讨这事儿，我肯定首先不，我根本不会跟你探讨什么彩礼问题、房子问题，我就关心一点。就是家里面这个家道中落的这个影响，对这个男生到底影响有多大？他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性格？我一定会跟你探讨这个。如果这臭小子是我儿子，他的女朋友这样，我就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关键时刻帮妹妹还是帮媳妇儿？肯定帮自己的亲人。听见没有？婚姻对他来说不重要，关键时刻帮妹妹还是帮未婚妻？帮亲人。啊，亲人，你看，对，两个答案都是帮亲人，但是已经测出了一个问题了，在他的心目当中，血亲关系远超姻亲关系，听明白了吗？那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就是以前我跟他上班没有住的地方，然后睡在车子上，甚至有些时候就是饭也吃不饱，这都怪我自愿吗？好，如果你是，我就当你是我闺女儿，好吧，我就会直接告诉你。姑娘，那是你愿意的，女儿，这是你愿意的，对，这是你的人生财富。你曾经因为爱跟着一个臭小子打拼过，对啊，你图这个人吗？这个没问题啊，我这个，你是我闺女，我都这么回答，我都不说片汤话。对，我会告诉我女儿2个字：活该。这是你选的男人，你要跟他吃苦的呀。哥，我也这么说，我要跟我女儿也这么说。但是反过来。你得到了什么？你得到了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的陪伴，在他心里边对你的感情。你不能用一些物质的东西去衡量啊。所以这就是你们现在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误区里面。我现在就问一个命题：你曾经陪他那么苦过，你图啥？
是图他娶你啊，还是图什么？你告诉我。就图想跟他一起在一起。对呀 ，OK 啊，现在这个没有变呀，接着去苦啊。好，接着这个就是刚才我想说那问题。刚才你一直在强调，我看他那么苦，我心里难受，是你说的吧？他为什么他妹妹日子过那么好？我看他那么苦，我心里难受。好，回答我们第一个问题了，就是你陪他一块吃过苦。但是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吃这么多苦，是不是为了娶你啊？对，姑娘，我告诉你一个答案啊，就如果你看他的妹妹在吃100块钱的外卖，而你的未婚夫在吃5块钱的外卖，你怎么做？你不是应该过去把妹妹那100块钱的外卖啪给打了？如果你心疼你未婚夫，你就给他买100块钱的外卖吃。所以其实就妹妹来看哈，你才是折磨他哥哥那个人。是你让他哥哥背上了巨额债务，是你让他哥哥可能原本可以跟他一样吃100块钱的外卖，却非得因为娶媳妇儿还得拉着自己的爸爸一起打工挣钱买房子。所以要换一个视角来看，你所谓的不公平，你其实更多的剥夺了他家庭资源。我们今天不讨论了，男孩你拿出一个态度吧，因为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来自于你的窝囊。对，来自于你的女朋友对你的家庭关系无情的逾越僭越的时候，你没有阻拦，你没有直接告诉他那是我的家人，我愿意。你这一上来纵容了你女朋友，把她变成了她就是无休止的长，她从开始一个小小的小草一样的执拗，变成了现在一堆人也没有办法把她改过来的一个轴姑娘。这个姑娘特别。另外，我认为她的您苦的时候的爱是自私的，为什么？那时候一同吃苦，我陪你，我喜欢你。那么，反言之，现在这个家还在苦，我可以不要彩礼，我陪你继续一起吃苦，我们期望未来。他不是，因为此刻是面对着我要走进这个婚姻，我是不能吃亏的。行，就是想清楚，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在一起？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盘的接受对方的家人？不带改造的接受，不是以我的标准。如果可以，当然应该往前走，对吧？谈了那么久了，我们来听听这对有什么困惑。来，谢谢你们。来，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蒋先生，34岁，来自黑龙江，玻璃厂员工；张女士，32岁，来自吉林，家庭主妇。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形容一下您现在的婚姻状态。我们的关系好像是现在全靠着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在维持，天天回到家里面对的就是喋喋不休的争吵。我现在觉得特别累，我每天一个人带着双胞胎儿子特别辛苦，他又不让我省心，我有时候觉得干脆离婚算了。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每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查我的手机，每次跟我母亲生气之后就会跟我去大声的吵架，甚至动手，这样的日子我怎么过？我感觉我们的婚姻充满着欺骗，这么多年的付出就像笑话一样，我对他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结婚几年了？领证结婚20年，然后我们是那个19年在老家办的。习俗上算是19年结的婚，对，法律上算是20年结的婚，对，因为我们后领的证。现在宝宝多大？我们家孩子今年快2周半了，他也是一对双胞胎男孩。来这儿是为啥？就是在23年底的时候，我发现我老公出轨。啊？就是我是一名宝妈妈，我怀孕的时候就是月份大一些，我就不上班了。我妈也辞职照顾我，然后我在家就是带孩子跟我妈。我们在天津宝坻住，然后我对象在北京上班，就属于就分开嘛。然后他1个月回来，大概其实是1次或者2次就放假或者请假回来，因为他那厂子比较忙，假期就少，平时也会关心我嘛，就打电话之类的。然后后期就是到23年上半年，然后我们就联系的就是像这种联系的频繁度就减少了。我找他老没有时间，要么就是出去陪领导了，要么出去吃饭了，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然后我有一个习惯，就老爱翻他的手机，然后因为他越来越不对劲，我就更爱翻他手机了。我就看他手机里 QQ 上，我就点进去了，我顶上还写个老婆。后来我很气愤，我就把手机拿过去了。你有几个老婆？你没事你管人叫老婆。
那个是游戏里面的 CP， 玩游戏的那种叫法。我总不信他这种，就是说啊，每次一问他就游戏，每次一问他就游戏。然后他每次刷，就是我刷快手比较多，他刷抖音比较多，他的抖音也卸载了。我就很纳闷，他这手机里少个软件，我就给安装上了。安装正好他那个没有删除聊天信息，有2个就是不同的人聊天，就是挺暧昧的，像一些表情符号什么我想你啊，晚安早安，2个都是同一个人。他只是一个那个虚拟的嘛，我每次说网络上的，我根本就实际上根本不认识。好像也是没有见面，但是也属于精神出轨，他也是一种出轨是吧？他聊天信息中还会有半夜，就是因为不回家，他在宿舍嘛，就光膀上叼根烟的视频，就是对方和他视频，然后那顶他会有一张截图，为什么有一张截图呢？因为对方说他不吱声或者回答慢了，他不高兴了，好像是他给发过去一张截图啊，是因为没有网了，你那边怎么地的，我跟他解释，那顶还会说啊，平时你怎么不玩王者，不来陪我了，这2天怎么地的，挺过分的吧？然后我就再三逼问他，他跟我说就是网友，刚认识打发时间，就敷衍我。其实这个东西后来基本就全卸载了，我也不联系了。本身我也不认识，只是网上随便叫一下嘛。我用他的身份跟那个抖音的聊天那个，我说我老婆发现了咱俩聊天了，然后我老婆那个跟我吵起来，我特别生气，我都不想跟他过了。然后对方说要告诉你删了，你怎么没有删呀？他3个人你不都知道了吗？再说有2个孩子，为了2个孩子你跟他一样干嘛呀？你平时不都不搭理他的吗？后来跟他聊了老长时间，我说我想你了，我喝酒不高兴，我想跟你视频。不方便，我老公现在在旁边。后来我还是强烈的表达我想跟你视频，以我对象的身份。后来就是视频了，视频我就第一时间拿给我对象看，刚视频俩就对着乐，乐什么呀？有什么可乐的呀？怎么说呢？就是朋友嘛，视频笑一笑不很正常吗？但是到最后基本就是断联系了，网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拉黑了，因为他也怕影响我这生活。抖音号是删了，当着我的面都发不过去信息了，包括 QQ 也说不登了。但是实际上，聊天工具现在这么发达，你没有 QQ， 你没有抖音，你还没有微信吗？没有微信，你还没有电话号吗？现在我对象上班，我又不可能跟着他，那平时白天在干嘛，谁知道吗？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就是欺骗，而且这次我们俩还闹到了离婚的地步，因为那天发生的事比较晚嘛，我妈和我爸在家帮我带孩子，那时候快过年了嘛，我们都说好离婚了。后来他说上几天班，然后再请假，连着请假不好，然后我就想着就是行，他回去上几天班就没信儿了，这事儿他就搁置了。后来就是联系我，就是道歉认错，就这件事他也没有一个就是说很好的证明。他就是没有出轨，他始终认为他理直气壮没有做错事，但我认为我的很不公平。我每天在家带孩子，我什么也不干，我带孩子，我搁家兢兢业业，他可好搁外头干嘛去？半夜不睡觉，完事儿跟人家视频，然后我陪人家玩游戏，又老公老婆的，那我指定是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充满了这种欺骗感。你也欺骗过我呀？我怎么骗你了？婚前流产也没跟我说过，导致那个。这么多年可哪儿看病，大医院小医院也去了，结果是那个婚前流过产，影响了好几年才要上孩子的。婚前流产这件事情，我想解释一下，我是跟我前任的话会流过1次产，但是这是属于我的隐私啊。医生只是说怀疑有这个流产的就事情，后来查。他说输卵管堵塞，做的宫腹腔镜手术。我住院期间也是我自己在北京住的，后来我出院他去接我了。恢复1年我就怀了双胞胎嘛，然后生出来，我也没说对不起，因为这件事我孩子没有，这不孩子也出来了吗？那你一劲儿说我，那你呢？还有你老家结过婚的事你怎么不说呢？你2婚你怎么不说呢？怎么什么情况啊？那时候岁数小，就是在一起不到1年。完了，因为感情不和就算了。他那种是婚纱照也拍了，彩礼也给人家了，然后老家也所有的东西都办好了，只不过是说他俩婚后没合适，然后分开了，没领个证，但是这也叫一段婚姻呢。没领证不就算不结婚吗？有孩子吗？没有。不是，那你婆婆这个事儿没跟你说吗？我当时第一次去她家之后，完事儿所有人都不会告诉我，是我。看他手机之后我才知道的，而且他有婚纱照，你知道吗？就是结婚照，我发现的。当时我发现我非常气愤呢，
我就走了。他家就挺偏的，当一天有几班车，然后我出去了，我又不可能走出去。后来年纪又小，然后我又被他哄回来。我当时年纪小，觉得爱情很重要嘛。但是我通过那件事，我觉得其实他母亲好像不是特别喜欢我。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现在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嘛，然后他妈妈就是在我快临产之前，打电话问我们需不需要他过去，然后我对象给他订票过来了。我想让我婆婆帮我照顾一个宝宝，我妈妈照顾一个宝宝，我想出去上班挣钱，因为我们家里就是没有买房没有买车的，我想着为孩子就是多赚点嘛，又没有钱。当时我就想着跟他商量，但是那时候妈妈没来嘛，她也同意。后来我婆婆来了，第一天跟我们说她不会做饭，那我想她不会做饭，我妈会做呀。来的时候我妈就做月子餐，照顾我们那个有时候还会给孩子冲奶，那我婆婆就照顾孩子。后来她妈妈来了之后，不太高兴，然后就感觉第一天晚上来了高兴，第二天一点点的，每天吃饭又不多，表情又不是特别好。他儿子在家的时候，我觉得还行，走了我就觉得不高兴。后来我跟我对象说照顾孩子这件事了嘛，然后我对象就说他跟他妈说了，但是他妈表示不同意。我说怎么就是有点不高兴呢？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妈正面沟通的时候，他也说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养。我说你也有带双胞胎经验嘛？我婆婆生了一对龙凤胎嘛，当时是他爸爸带一个，他带一个。他说我也没有那么大经验，孩子有跟妈在一起行。他说老家还有工作呢。我说你老家那超市工作又不正式的。我说他1个月2000，我说我挣钱给你这2000，你帮我带孩子，然后那个怎么地就吵起来。我对象搁旁边也没吱声，每次就是这样。你都跟你婆婆都杠起来了，她在吱声，这不得打起来吗？后来我们吵得挺不愉快，第二天就走了。我婆婆走之前说想帮助我们，就说1个月挣的不多，2000给我们1个月1000。我想着她尽力了，然后也接受了嘛，因为2个孩子我对象自己上班嘛。后来回去了之后，这件事就没有信儿了。那不是我母亲那时候那个静脉曲张，腿有点问题，完了回去之后一直没上班，然后那个又因为点事儿住院住了好长时间，将近1个月他也知道，但是他也没说不给这个钱，可能是年底给吧。等那个地包出去，他永远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点一点的往下推。婆婆没有信守承诺，是吧？我婆婆走了，我月子里我就乳腺炎了，我又吃药，又不敢给孩子吃奶了，又不敢喂奶，就因为这件事儿。听明白了，还挺复杂这个里面充满了这个谎言，充满了这个欺骗，还充满了不满这个婚姻，对，是吧？先生有没有对这个婚姻有什么不满意的？怎么说？就是他平时脾气特别大不管场合，不管那个多少人，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打？对。他打你？我为什么不能打他呀？我跟他说话他又不吱声，然后我平时跟他好好说也不吱声，我生气了还不吱声。我要是打他，他才能说一句话。我说你再不说我就打你了，吧唧打一下说一句话，再打一下再说一句话，就特别的冷暴力。那不是我冷暴力，因为我工作时间比较长，上班时间就超过10多个小时，完了下班有的时候去陪领导，回来的时候这你就别扯这个了啊。那位抖音上的女士是怎么回事啊？那只是一个游戏，你也不是跟她聊嘛，所以不要扯这个，咱们不要那个环顾左右而言他，直面问题。现在他还有欠款，在我们就是处对象的时候，他就是有的时候会信用卡还有贷款，或者是就是手机 APP 短贷。这我们在婚前的时候，我已经给他还过2、3万，就是不止一次了。然后有的说不够，我妈还给他还过。然后我们19年办婚礼，我还给他还1万。然后现在就是领完证又发现钱又还。然后我19年底的时候，我又发现他借款了。他现在借的钱去哪儿了？干什么用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手机里还有一些什么 KTV 的消费记录之类的都有。他跟我说他去投资了。不是你到底欠了多少外债啊？我现在不确定。2万多块钱。他还跟我说1000多，现在2万多，这比例有点大。那钱干嘛去了？买股票了，就是自己工厂的内购。对，一个集团的。那得有那个证明文件呀，认购书啊，拿出来给老婆看看不就完了吗？在 APP 上呢，我也给他看了，但是他不认。他那种就是软件，我不太看明白。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
我就希望他不能再结婚了。他前段时间还请假出去买彩票，然后他又出轨这件事儿，我其实很气愤的。但是我为了孩子，我不忍到现在。哎，你那么痛苦，你就离了呀？换一个问法吧，现在不有宝宝了吗？你也发现他在外边，咱就是暂定他是精神出轨啊。通过你表达，我作为一个妻子，我不喜欢你这样，而且我还看见你们聊这个，我不开心，我不高兴，看着孩子面子，你能不能不这么做？你觉得他还有救吗？你这么回答一回。他得看住了。你觉得你得看住了，他才会改，甚至说看不住他都不会改。对，那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枷锁，这个折磨呀，就是。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说说这事儿了。包红兄来，人看得住吗？看得住人也看不住心啊！啊，对呀。如果你们两个人仅仅为了2个宝宝，让这样已经家将不将、婚将不婚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婚姻还要维系，最后把这样的责任都转嫁到了孩子，很不公平。他们在这样的家庭生活当中会很压抑，但是他们没得选，因为他们小。等到孩子长大了，你去告诉孩子说，妈妈当年不离婚是为了你们，孩子会告诉你2个字，活该。所以如果2个人真没法过了，好好想一想，如果仅仅为了孩子我们去维系这样已经破碎的婚姻，这也是一种悲哀。谢谢。蒋先生当时是因为什么要跟你的老婆结婚的？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已经谈了7、8年嘛。结婚之前他不这样，可能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表现得特别敏感啊，每天回家都要查手机，多花一点钱都不行。是在您和抖音的那位女士聊天之后，她查手机的。之前也查，以前可能我那个借过钱，啊，跟那个朋友有过债务关系。起初他是因为不放心经济，对。后来开始不放心你的一个品行，男女问题。怎么说男女问题这方面我一直没解释，但是我感觉我需要解释一下，就是每天好多家里的事儿，或者是工作上的事儿、生活上的事儿，跟他去沟通，跟他去谈，根本就无法沟通。所以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游戏里的朋友吧。然后对于女人来讲，最生气的还有就是你的那个暧昧对象说的那句，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因此也就是你出卖过老婆无数次。早年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他是有自己人生的，但是在跟你结婚之后，他不但怀孕生子，而且完全失去了工作机会。对于他来讲，连跟外界接触都成了一个他得想象的事情。他得想象我的丈夫在忙什么，我的丈夫在玩什么，我丈夫觉得谁比我有趣。他的人生整个陷入到了对于未来一片茫然，对于自我完全否定。而当他听到自己的丈夫在跟陌生女人吐槽过自己时，内心的愤怒、愤懑和不安全感和不自信更加的强烈了。你可以说他现在整个人都变了，但是变的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说宁可那个子宫长在你身上，由你生下双胞胎，并且由你来哺乳，让你的妻子保持原样的生活吧。你的妻子原来想过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妈妈她的妈妈一人带一个，她还可以出去工作呼吸一下，但是这个办法没有实行，她在家里带2个孩子。不管是因为她产后激素作怪，还是因为2个孩子确实累人呐，带1个都吃不消，你别说带2个。对于她来讲，她渴望被关爱，渴望被关注，渴望知道自己在丈夫心里头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有吸引力。她想求证的是，但是却总在你那里翻出了一些否定，她越来越崩溃。而她现在最大的崩溃在于，她除了有怒火，她什么都没了。她不敢离婚，离婚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2个孩子，不想分离，自己一个人又没法带。她也不知道自己一旦出去工作的话，时间能不能够弄得开。她甚至都不确定她还是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因为丈夫已经把她逼成了一个在家里头只有家庭暴力和神经质叨的一个女人了。所以你要问我是什么改变了她，就是你们的双胞胎。
你的妈妈可能也曾经这样改变过，我们每一个女人可能曾经都这样被改变过。如果在我们被改变的这一段期间里头，身边作为家属的那个，就是不需要肚子被撑大在谢瘪，就是这位男士，不但不理解，反而嫌弃，不但不在家里提供内援，还要自己伙同外人在家里头生事端，那日子怎么过？今天你的妻子说不清自己想干什么，我知道她只想回到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里头去，能让丈夫踏实的跟她说一句我不会了老婆，以及老婆等到孩子们上幼儿园你就会出去工作的，老婆你会回到跟你结婚前一样光彩四射的人生里。可是现在她看到的你呢，否定否定再否定，你给她了一堆债务，你让他看到的是这一个男人情感上靠不住，经济上靠不住，他不知道还能靠什么。自己想吧。曹老师，你刚才男方说了，说这女方原来也不这样，对吧？是生完孩子以后这样了，对不对？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跟这个网友诉苦的这个耐心稍微用在女方身上一点，因为女性是比较敏感的。就男性其实有的时候投入一点点，在女性那儿就感觉已经放大了很多了，这样你的日子会过得很好。但是他这个脾气我有点受不了。他刚才说的有一点我是认同的，他说10句你都不带理他一句的，只有打一句才回一句。是，当然打人是不对的，你要多给回应的话也不至于这样。我预判一下你们俩的未来啊，不用说这孩子由老家谁来带，以你们俩的现状，自己反思反思。您带一个，您带一个，一人培养一个孩子，不是正好一对吗？看看20年以后你们俩什么样。当然，能不能到20年，我不敢保证。这俩孩子在你们俩各自的思维熏陶下长大了，你觉得你的孩子变成你的一个影射下，各自的影射下，你觉得这两个孩子会有好的未来吗？每个人嘴里都强调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你们哪儿为孩子了？你们俩天天打。再有一个，俩孩子以后真的找媳妇儿都变成一个非常恐惧的。如果我找一我妈这样的，天天打我爸这样的，我得多难受啊！他生气之后，他还会打自己摔东西。反之啊，我这样说就是反之啊，就说这状态，如果你的两个孩子像他爸一样的，一生气自己就跟自闭似的，啪啪啪摔东西，你害不害怕？他还会打自己。假如有一天你们俩人老了，你们俩看见孩子跟你们俩年轻，你们后不后悔当年自己没有处理好问题，让孩子变成今天这样？你们后不后悔？女生啊，我觉得特别不明智。我已经闻到了说你会被家暴的一个味道，这个气息有了。当你主动出手的时候，他现在还在自己打自己，还摔东西，对不对？下一步就很大概率有可能向你举起手，自残或者摔东西，就是已经情绪到失控到极致。再迈过一步，他就同样的方法用在你身上了。你在这段关系里头，你找不到安全，找不到信任，你找不到幸福，然后你就去向他去索取，他不愿意给，觉得你烦，然后去跟其他异性去吐槽你，然后冷暴力你，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怎么能够破局啊？各自问问自己，我在对方身上，除去孩子以外，他是孩子父亲、母亲以外，能找到他是丈夫或者妻子的那种感情吗？能找到对方给你的在乎、尊重和柔情吗？能找到吗？我现在找不到。你能找到吗？那好，分开一段时间，不是离婚，分开过一段日子。你没有他，能不能独立的过日子？你能不能带2个孩子？他给你抚养费啊。你呢？你离开他一段时间，分居也好，分屋也罢，感受一下，是不是像你们想象的，分开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还是在一起能够找到好的相处的模式？你们之间还有没有爱？还只是一种报复，一种不甘又无能为力的状态？好吗？就这样。我们今天其实讨论了好几个伪命题，真的，就是你们自己的生活都被伪命题困扰了。男方是我只是精神出轨，玩了个 CP， 我又没真的干嘛，你跟我追究这个干嘛？女方是说，反正你出轨了，你就该怎么着？这是不是第一个伪命题？是吧？那么在生活里，这个命题怎么去解？这个命题只有一个解法，
过还是不过？过去还是不过去？不过去这件事儿，那就意味着婚姻的死亡。如果婚姻还要延续，这件事儿必须翻篇儿，对吧？当然翻篇儿是有前提的，那个出轨的，不管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人，你得认账，你犯了错误了，对吧？第二个伪命题就更有意思了，既往历史是不是能够作为对比和伤害的依据？双方辩手站在各自的立场给出了答案。女生说：“你欺骗了我，因为你曾经有一段婚史。所谓的婚史，就是没有法律认定的、世俗认定的婚史。”对。男方说：“我虽然有婚史，我是瞒了你，我是不对了，但是你虽然没有婚史，但是你是不是还曾经有过一段什么样的历史？那到底我们俩谁欺骗了谁？”两个相爱的人在揪彼此的黑历史，这日子还能过吗？答案是什么？想过这日子，这事儿必须得过去。你过不去，一辈子就憋在那儿了。第三，也特别有意思，生了孩子到底应该谁来带？这大概是中国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命题。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有标准答案了。谁生孩子谁带啊？对啊，跟爹妈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还在那儿纠结，生了孩子到底是我妈带还是你妈带？带是好婆婆还是不带是好婆婆？辩论这个命题还有意义吗？对，没有意义。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没有意义了。所以你们俩的日子就是基本把这些辩题和这个事儿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俩日子过得有点扯了，没有一个是务实的。请问他出轨是不是事实？你应不应该给你妻子道歉？自己想。应该。再问，你们曾经隐瞒对方的历史，对于正常人来说，是不是都是心理上的疤痕？这个疤痕该不该过去？再说，现在的生活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两个人是不是更多的应该讨论怎么生活，而不是讨论谁对谁错？你们自己去想，有没有感情？我估计曾经是有感情的，要不然不会纠缠那么久。你们自己考虑，好吧？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威尔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这对年轻的小朋友们走向如何呢？我认为这个男生应该听明白了，看清楚了，不会出来了。希望是不会，但他们可能还是会出来。一个会，一个不会。对，女孩洗脑能力很强的。我心里边想的是不会出来。会出来吧？不是，心里想的是不会出来，实际会出来。因为我刚才总是在看这个男孩，这个男孩他的小心思很多，所以我觉得会出来。我觉得会出来。这男孩多像你啊！啊，全是主意哈，会出来啊！来，咱们看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来，咱们看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哦，哇，出来了，出来了没有吧？没有，于老师被误导了。对，于老师吓死我。于老师被误导了。没有，好事儿，好事，男生明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咱们看夫妻怎么选吧，好不好？我认为会出来，会出吗？倪娜老师，选啊。何老师出，会出，请开门。没了，哎呦，有过不去嘛？过不去，过不去就不出嘛，挺好的啊。这场的结果特别好，都是好的，至少我们做到了一点啊，就是让他们回去
还有一个深入考虑的一个空间。对，别在这场上一冲动，拉着手出来了，回家之后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都没解决。对，我恰恰觉得就是老师们的一些话，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刺激也好，有的聊带来了一些反思也好，可能对他们未来的生活的幸福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